现在是4月中旬，正是枣树经过一个冬季的休眠之后，开始发芽、长枝条、开花的时间。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来讲一讲这个枣树的枝芽发生的特点，枝芽的发生还有它的特点，我们怎样利用这些特点用在枣树上面来进行修剪，也达到控制枣树树形，还有这个控制结果数量这样的目的。我们会先从这个枝子开始，这个枝子是一个大概是3年生的这么一个枝子，还没有完全老化，但是呢，它和很多的树的这个树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说这是一条主枝，那主枝的旁边都有这么一些小的分支。你看在这分支上面，有很多1个、2个、3个、4个，有很多这种节点。一开始的时候，这都是这么多很多片叶子。那当这个枣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呢，这个叶子脱落，在每一个这个原来长叶子的这个地方，它后面就会长出一个小枝条出来，我们称为枣吊。那这个枣吊就是后面要结枣子的。我们现在上面看到已经有这个开花的痕迹了，已经有这个花宝宝了。所以这个枣吊它每年会脱落的，结完枣子之后就脱落。那么这个枝条现在还是很嫩，大概只有3年。等到时间长了，这个枝条每年上面结的枣吊都结完枣子又脱落，结完枣子又脱落，这个枝子慢慢变粗，这里就形成一个节，形成一个很粗的节。这就是这个节点，每年都会长出这个枣吊出来。比方说我们看这里一个枝子，看这个枝子就更老了，看到这上面有很明显的节。这个节就是每年这个枣子长这个枣吊的地方。你看这上面已经有小花蕾了，已经有小花宝了，所以这个是开花长这个枣吊结果子的地方。那basically呢，假如说像这样一个枝干，你要是不处理它在一个很好的这个敞开的阳光环境下，它就会长成这种枝条，慢慢就会变粗变大，这都会形成一个枣节。但是假如说你修剪的话，那像这样一个正常生长的枝条，它就会改变它的这个方向有可能都是根据你的需要了。而且在每一个曾经这个枝条和主干这个交叉处，它还有这个继续长枝的这种分化成新的枝条的这样的特点。那下面我们来去看另外一个地方来去看这个剪枝之后株年所带来的变化。我们来看这一枣枝子，这一枣枝子就是已经很老了，可以说有7、8、30年了。你看在这种很老的枝子，它是接到这个树的主干的，那它上面还有保留着这个有分化长出新枝条的这个特点。据说枣树的生命力可以达50年以上，这棵树已经有将近20年了。你看它都还有很旺盛的这种分化长出新枝条的特点。我们现在很看得见这个枝条曾经在这里剪过，因为它是从主干上这么长出来的。当我这里剪过之后，那就在这个方向，你看它就朝上长出新的枝条，所以这一剪就改变了它这个方向，因为它以前是往下垂的，是吧？那假如你不碰它，它就会长出这么一个天然的这么一个枝子，然后它有时候还会继续延长，然后在这个枝子的周围产生这个结果子产生这个枣吊结果。但是经过你剪过这以后，它这里发的新枝就朝上改变了这个枣树的生长方向。那这其中的一枣枝子后面又剪过，我们在这里看，在这里又剪过。那在这里剪过之后，它又继续往上，好，现在来到这个梢枝的尖部，你看现在梢枝这个尖部又发生了一个枝子。那这个枝子和这些小枝子不一样，这些小枝子我们叫枣吊，这
像这里是很细的小枝叫早掉，是当年的结果子。但这个呢，它上面本身还带着一些小早掉，所以这个我们叫早头。这个早头，它就有能力会长出新的组织出来。那这样子你知道了，这个杯子口的这个早熟枝条有2个枝条类型，一个称为早掉，一个称为早头。那哪些早头是我们要保留，哪些早头是我们要把它去掉的呢？保留哪些早头，去掉哪些早头，这就取决于你这个你的自己的 design， 或者你希望这个树该怎么走。你看，这是刚才从最早枝子在这里剪过一刀，是吧？再往上长出来的其中2个组织之一，其中2个组织之一到这里，它往前面没有再形成早头了，但是在这当中呢，它又冒发出一个。有时候我们把这种枝子叫做背上枝，就是它长在这个枝子的背上面的。你看，这每年都有这种现象发生，包括这个也是其中曾经是一个背上枝，我没有把它剪掉，然后就长那么大了。那去年在这里又长了一个背上枝，在这里，去年我没有从根部剪掉，去年我是从这里剪掉。为什么从这里剪呢？但是就相当于打个比方，就是像这条枝子啊。我一种办法就是把它从基部把它掰掉，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它的尖枝给它卡掉，把尖给它短颠。那短颠的想法就是，假如说这一枣枝子是在很 open 的地方，它有充足的阳光，那希望这枣枝子它能长大，今年它还能够结果子。这个它上面不是还有很多早掉吗？所以希望它能结果子。但是你的树假如说结果子太多，你也不希望结那么多果子，因为结果子太多对树势有影响。所以像这样的枝子，你一直是留它，希望它改变这个。假如说它是在这里，你希望这个枝子继续往前走，还有一些改变方向，你可以在这里把它留着。但它因为长在这里，而且我也不想要太多的背上枝，所以这个我就把它就直接就去掉了。所以这是一种枣头，你要把它去掉。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你可以不一定全部去掉，像这个也是去年的，去年我没有全部去掉，去年就是打了颠，短了颠。那去年在这些地方也结过枣子的，那今年它在这里又产生了新的这些早掉，还可以结果子。所以这是2种处理办法，第一是把它从根部从基部完全把它抹掉，第二呢，你是可以把它短颠，让它当年还结一部分果子。那像这个也是要，因为这个已经是几次发生了，我就不希望它再长高了，所以这个也要把它抹掉，不希望它再往上面长高了。所以这是第2种。刚才第2种是把它短结，让它当年还能结一些果子。它结完果子之后，你也可以把它再从基部砍掉。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3种情况，就是我可以把它留着，成为当年的，让它长大一点，成为当年的嫁接用的这种接穗。这种枝子你假如保留呢，你最好是，当然你不需要很多，有几根枝子就好了。最好是在向阳的地方，通风向阳，这种枝条比较健康，所以它的生命活力比较强。otherwise呢，这个春季在这个时候，这个长到早掉，大部分都是把它抹掉的。比方说这个像这个，就都把它抹掉了。而且越早越好，你抹掉越早，对树体这个营养消耗越少。像这个枝子上面的，这就2个，那这3个，这上面的4个，还包括这个尖枝上还有一个。这个尖枝上我也不希望它再延长了，所以也把它抹掉。因为这是一个成年枣树，枣树已经定型了，所以我就不希望说再留一些枣头，让它枝条进一步延伸。因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基本上就是控制它这个树的，控制它的树的形状，还有它的这结果的数量。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把看对枣头进行处理，大部分把它抹掉，有的呢
你把它留着，让它当年结一点果子，但是那种一般是把它减半，是把它短结。那还有呢，就是完全留着做当年的这个留着做当年来做嫁接用的结穗。所以这就是这么几种处理的情况。像这个也是剪过之后，它有枝头改变方向的。现在这上面又冒出一个枣头出来，这个也就把它掰掉算了。这个我就没有从基部掰掉，因为上面还保留了一个枣吊，这个可以结果子。总结来说，对于成年的枣树，不管是这个尖部的枣头，还是这个树当中发生的枣头，一般都是把它抹掉，不太有这种说要留新枝枝的这种情况。那这是另一棵枣树，昨天我也进行过处理，把它上面的枣头都全部都抹掉了，那就留下了一个枣头在这里，在主干上面，因为这个地方很空旷，通风透气，阳光也好，所以我把它留作这个，今年夏天的时候做结穗来用。